这是至今为止我们的地球上人类无法踏足的岛屿。岛上的原住民有着6万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而约翰却尝试着给岛上的人带去爱与文明，被原住民残忍杀害。约翰最后的福音，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桑提内尔人是安达曼群岛唯一没有与外界接触的部落，他们是世界上仅存的未被接触的部落之一。从19世纪开始，他们对外来文化一直保持着敌对的态度，而现代人对于他们的语言文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约翰周是一名优秀的美国华裔青年，他热爱生活，并且常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人缘和学业上都有着很好的表现与能力。由于约翰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在学校的生活中，他对上帝传播福音充满着敬畏与神圣感，于是约翰很快便成为了一名传教士。再加上自身勇于探险的精神，约翰决定将信仰的爱以及自身学习的文化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得知桑提内尔人是没有与外界接触的部落后，约翰便带着自己的礼物与圣经，独自一人来到北哨兵岛附近。为了避免自身携带的现代细菌带到岛上，约翰特地进行了疫苗注射，为的便是之后给原住民传递神圣的爱和文化交流。当约翰带着激动的心情滑向小岛的时候，几个桑提内尔人突然从树林里出现。约翰将携带的礼物扔向小岛，并对着他们大喊：“我爱你们！”就当约翰说完这句话后，岛上的所有桑提内尔人却用弓箭对准了他。此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的约翰急忙逃离了那里。意识到可能是自己表达与文明不同的问题，约翰在整理好思绪后再次来到岛上。他又看见了那几名桑提内尔人，为了让他们感到善意，约翰模仿着他们的语言说话。这个时候，岛上的原住民竟然对着约翰狂笑。约翰认为他们一定感受到了自己的善意。就当约翰将更多礼物送上海滩的时候，突然一名小男孩一箭射在了约翰胸口，而正是那本防水的圣经抵挡住了弓箭。约翰再次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里。上帝都救了你一命，快跑吧，别去了。约翰在最后的日记中写道：“我很害怕，我不知道现在是走还是留。我认为这一切是有意义的。如果让别人来做我现在的事情，又真的是明智的吗？我最爱的父亲和母亲，如果我不幸去世，请不要怪罪他们。我祝福你们更加爱戴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在约翰留下了这本日记后，他最终选择了登岛。他相信世界是有爱的，他想通过自身的光，照亮这世上最后上帝没有抵达的地方。但之后，单纯的约翰再也没有见过第二天那美丽的夕阳。就在约翰迟迟没有归来后，几个渔民在岛的附近看见了桑提内尔人用绳子拖动着约翰的尸体。2018年，印度警方正式宣布约翰在沙滩去世的消息。印度为了保护人类以及这个未接触外界的部落，最终禁止一切在北哨兵岛附近登岛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是呈两极化的。约翰将能量传递世界的目的和其自身人类探索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我认为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和桑提内尔人有着不友好的接触，才导致他们会对外来人类产生如此敌意。也许在几万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中，外来文化会打破他们现有的生态环境，我们本就不应该去打扰他们最后的栖息地。